陆少爷又来坐牢了，犯了点事儿，进来住几天。少爷您歇着，剩下的交给我们。上品波萨羊毛毯，少爷这墙看着有点磕碜。挂上。把锦缎挂起来，别伤了少爷的眼。少爷，冰块送来了。舒服。少爷，您先休息，有事叫我。这是盐，不苦不涩，纯净如雪，粒粒分明。这盐是从哪里来的？回陛下，这盐是用最下品的毒矿盐提纯制出来的。什么？国师，这是大圣的国师，哪位先生制出此等神物？快，朕要亲自召见。陛下，他现在没法来见你。放肆！就算他病入膏肓，抬也要抬到朕面前来。回陛下，制出此言的人乃是兵部尚书之子陆丰，他现在正被关在刑部大牢里啊！你说什么？此等奇才，竟然把他当犯人关在天牢，谁给你们的胆子？是太师之子督巡司韩冲抓的。韩家，好一个太师之子，好一个督巡司！传令下去，暂停韩冲所有差事，原地等候处置。命高公公即刻出发，前往刑部死牢，传陆丰入宫觐见。开门！韩大人，这恐怕提不出人，提不出来？难道他死了？陆少爷刚吃完饭，正在睡午觉。睡午觉？来人，把他拖出来！祭到！我看谁敢动！我看谁敢动！高公公，您怎么来了？皇上有旨，传陆丰即刻进宫。陆丰身犯死罪，怎能随意传召？瞎了你的狗眼！陆丰乃是国之祥瑞，谁委屈他，就是段国运。你有几颗脑袋？吵死了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呸！这烧鸡放了什么玩意儿？又苦又涩，嚼起来还有沙子，能吃吗？少爷冤枉啊！这是魁星楼最好的厨子做的，撒的是京城最贵的青盐，1两银子才买1小包呢。这也配叫盐？毒药还差不多。陆三，结账回府。不吃了。少爷，还有这么多呢？还吃个屁！走，跟本少爷去东市。去东市干嘛？去买盐。使不得啊，少爷！使不得啊，少爷！那可是毒矿盐，吃了要死人的。你懂个锤子！矿盐之所以有毒，是因为里面有很多杂质。把这些矿盐打碎，越碎越好。把盐粉倒进去，用木棒一直搅，不停地加盐，直到水底下出现盐粒结晶为止。少爷，这能行吗？看着像泥汤啊！急什么？把锅里的污水舀出来，倒进这漏斗里。不行啊，少爷，还是有味儿。去弄点黑木炭和细河沙，木炭要碾成粉末。木炭有极其细密微小的孔洞，能完全吸走污水中的色素与异味，这就叫活性炭吸附。呸！少爷，怎么过滤完还是苦的？舌头都麻了。矿盐发苦是因为里面有氯化镁，那玩意儿有毒，得用化学来解决。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用草木灰熬出来的旋转水，倒进去与盐水就会发生置换反应，生成不溶于水的碳酸铱与碳酸镁沉淀，能懂吗？我的个乖乖，这是仙法吗？看见这层白泥沉淀没？苦味全在里面。最后一步，加柴猛烧，给我熬干它。是精盐，是精盐！少爷，您这简直就是神迹啊！这叫科学，装起来，明天带你去魁星楼吃顿好的。这位爷，昨天不是说咱家烧鸡难吃吗？今儿个又点了一份。
呸呸！这烧鸡放了什么玩意儿？又苦又涩，嚼起来还有沙子，能吃吗？这才叫烧鸡嘛！什么玩意儿这么香？哟，这不是陆大少爷吗？见到本官还不下跪？滚犊子！别影响我胃口。放肆！本官乃京城都巡司，你怎可如此无礼？你这包的是什么东西？白得如此诡异，是不是私造的毒药？说什么呢？这是我家少爷自己做的血盐。大寿哪有这种白盐？明明就是邪门毒物！韩冲，你敢！我家老爷可是兵部尚书，兵部尚书又如何？大圣律法，谁敢不从？行了行了，别拉拉扯扯的。陆三，回府把我的露营装备收拾收拾。对了，别忘了搞点冰块。少爷，您这是要干嘛？度假呀。对了，我这趟去哪儿？大理寺还是刑部？当然是刑部死牢，你不死也得扒层皮。刑部不错，熟人多。死到临头还嬉皮笑脸，给我带走！哎呦，那不是陆尚书家的公子吗？又要去坐牢了。我看倒像是去牢里度假的。老爷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毛毛躁躁，成何体统？是少爷，少爷他被都巡司韩冲给抓进刑部死牢了。什么？韩家那个小狗敢抓我儿子，真是反了天了！唉，老子英名一世，怎么生了这么个坑爹的玩意儿？每天不是在去衙门捞他，就是在去捞他的路上，老脸都丢光了。说，那逆子这次又犯了什么事，能让韩冲逮住？老爷，这次真是天大的冤枉啊！少爷他只是在酒楼吃了一口盐。什么？吃口盐能被抓进死牢？韩冲就算要找茬，也不编个像样的借口。是真的，韩冲说那是密谋造反的毒药，而且这盐是少爷做的。你说什么？台下人走，混账！你当老子没见过盐？你是不是拿面粉来糊弄我？老爷，您尝尝，您尝尝就知道了。这味道，这真是那个逆生子做出来的？千真万确，少爷昨天买了箱毒矿盐，用了木炭、砂石什么的，反正各种小的看不懂的操作，就熬出了这血盐。毒矿盐变精盐，朝廷为了买盐，每年国库大半的银子都要向江南那帮盐商世家低头，连军队的军饷都要被他们卡着脖子。如果这个技术掌握在朝廷手里，我大圣就再也不用被江南盐商死死掣肘，天下盐吏尽数归公，国库日渐充盈，边关粮草永不短缺，全军将士军饷再无短缺之忧。千载难逢的大功摆在眼前，我陆家凭此盖世功劳，终于能在朝堂上稳稳扎根，青云直上，从此飞黄腾达了。没想到我那个到处惹是生非的逆子，竟亲手造出一桩利国利民、能改天换地的绝世护国神技。老爷，咱们赶紧去把少爷赎回来啊！绝对不能去，不行！为什么？韩墨那个老狐狸肯定等我去捞人呢，到时候满朝文武都会说我以权谋私。就算拿出这包盐，韩家也会一口咬定这是毒药。这件事牵扯太大，我绝不能当这个出头侠。江南今年的盐税又少了20%，那些盐商年年报灾，年年瞒税，这日子还过不过了？大人，兵部那边又派人来催军饷了，说前线将士等米下锅呢。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！本官现在肉都要吃不起了，哪还有闲钱给他们买盐？哈哈哈哈哈！顾清源，想老子了没？老陆，你就算把我这把老骨头剁了论斤卖，也凑不起你那粮饷。谁稀罕你那几两碎银子？那你来做甚？老顾，咱们哥俩认识20年了吧？
老哥，我今天不是来要钱的，是有个绝世大好事跟你讲。快拉倒吧，你能有什么好事？不是要粮就是要钱。这是什么？珍珠粉？尝尝。这是盐，这是哪家盐商产的？产量多少？价钱呢？没出息，这玩意儿满山都是，本钱，几乎没有。零成本，这是救命仙丹啊！陆战雄，到底是哪位隐士高人制出此等神仙之术？人在何方？本官要亲自去请他。唉，这人你请不到，也见不着。为何国难当头，就说他开价10000两黄金，本官借钱得把他请到户部来。因为这位高人，就是我那不成器的犬子陆枫。啥？你那个天天在街上斗鸡走狗的儿子？就是他。他本想高高兴兴上交朝廷，结果今天去酒楼吃烧鸡，拿出来调味，正好被韩冲那小子给看见了。韩冲，他干什么了？韩冲说这是西域传来的谋反毒药，直接以贩卖私盐、密谋造反的死罪，把我儿子抓进刑部死牢里去了。荒谬，简直是一派胡言！老顾，韩家把持着江南私盐的生意，韩冲分明是想要杀人灭口，保全他们家的财路啊！混账东西，仅为了一己私利，就要毁了大圣国运！还有，你亲儿子被抓了，为什么不提刀去抢人？我要是去皇上面前说这是我儿子发明的，韩家肯定反咬一口，到时候人救不出来，这技术也得落到韩家手里。屁！大上的江山是圣上的，不是他韩家的。拦本官的路就是断大上的国运。老顾，你衣服都穿反了，你干嘛去啊？进宫面圣！老子今天不把韩墨那老匹夫的底裤掀开，老子就不姓顾。老顾，慢点走，小心门槛儿。老顾啊，对不住了，这次只能让你当这个出头鸟了。微臣顾清源有要事相告，陛下，大圣有救了！开门，去把陆枫那个逆贼抓出来，本官要亲自提审。韩大人，这恐怕提不出来呀。提不出来？怎么死在里头了？不是，陆少爷刚吃饱了，现在正睡午觉呢。他还说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见。睡午觉？他一个朝廷重犯，在监牢里睡午觉！来人，给我把他拖出来！我看谁敢动！高公公，这大热天的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皇上有旨，传兵部尚书之子陆枫即刻进宫御书房见驾。高公公，您是不是看错名字了？陆枫犯的可是死罪啊，怎么能宣他进宫？死罪？瞎了你的狗眼！陆公子那是能福泽大圣的祥瑞，陛下亲口说了，谁让他受委屈，谁就是断大圣的国运。韩大人，你长了几个脑袋，敢跟皇上过不去？吵死了，吵死了！外面到底在干什么？你们干嘛呢？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哟，高公公，你跑这鬼地方干嘛？哎呦，我的小祖宗，您醒了！陛下见着了您的神仙血颜，急召您进宫面圣呢。不去，跟皇上说我病。您就可怜可怜老奴吧。陛下说了，今天要是请不到您，老奴脑袋不保啊。御用大轿已经在外面候着了，里面放了4盆冰，准备了点心，绝对凉快。有冰镇桂花饮吗？有，绝对管够。行吧，看在桂花饮的面子上走一趟。韩大人，这间死牢本少爷包了，里面的摆设你可别乱动，等我办完事儿，指不定哪天还回来。陆枫，你别得意太早。都巡司韩冲阻挠御驾，给我掌嘴！没吃饭，
起驾，进宫。陛下，老臣绝不相信这世上有毫无苦涩的白颜。陆枫向来是个不学无术、横行京城的纨绔，他怎么可能懂治颜之法？这其中定有猫腻。谁在骂我？他定是使用了西域传来的障眼妖法，企图蒙骗圣上，此乃欺君大罪。臣恳请陛下立刻将陆枫就地正法，以正朝纲。臣等附议，请陛下严惩陆枫，以正朝纲。韩爱卿，你是在说朕昏庸无能，连国之祥瑞和西域妖术都分不清了吗？老臣不敢，但事关国本，不得不防。那陆枫平日里连五谷都分不清，他若能用毒矿岩变出精岩，母猪都能上树，这定是妖术。精彩，实在是精彩。韩太师，我要是真会妖术，第一件事就是把你的嘴给缝上。放肆！金殿之上，岂容你这庶子出言不逊？你炼制毒颜，该当何罪？哼！陛下，这老头谁啊？在朝堂上大呼小叫，一点素质都没有。陆枫，不得无礼，这是当朝太师韩默。韩爱卿说你那精颜是妖术所变，你作何解释？跟文盲有什么好解释的？陛下，既然韩太师和诸位大人不信，不如微臣当场演示一遍。不过，得劳烦陛下恩准，准备几样东西。准了，你需要什么，朕立刻让人去办。10斤毒矿岩，1口大铁锅、木盆、粗布，1筐碾碎的木炭，1筐细沙。对了，还要御膳房半筐烧剩的草木灰水。简直是胡闹！圣上龙颜之前，你竟然要抬这些污秽肮脏之物上殿！陆枫，你若治不出来，便是欺君罔上。那要是我治出来了呢？哼！若是你当场能用这些废物治出血颜，老夫便当着文武百官的面，脱帽日歉，承认老夫有眼无珠。哈哈，很好，大家都听到了啊！太师大人可别输了不认账。好了，来人，快去把陆枫所需之物全部抬上殿来。看好了，这是第一步，溶解。先把毒矿岩砸碎，然后倒进水里，再用木棒不停搅动。哼，就这也叫盐？这就是一锅泥汤罢了。哼，急什么？还有第二步呢，过滤。把木炭碾成粉，加上细沙铺在粗布上，这叫活性炭吸附，能吸附水中的脏东西和异味。倒水。天啊，真的变清澈了！清澈有何用？毒矿岩里有苦毒，吃了依然会死人。老头儿，别叫唤，这就到了最关键的第3步。各位大圣的精英们，这毒矿岩之所以发苦，是因为里面含有大量的钙和镁，它们溶在水里，物理过滤是滤不掉的。但我手里这盆草木灰水里面含有碳酸跟离子，只要两者相遇便可以。这是何等仙法？这不是仙法，这叫化学，里面的毒素都被下面的白泥吸附了。还有最后一步，舀出清澈的水，倒入铁锅，然后生火熬干它。精颜出来了，白了，比血还白。陛下，血颜出来了，快呈上来，让朕看看。韩太师，来，别客气，抓一把尝尝，看看有没有毒。这不可能！不苦不涩且毫无杂质，这怎么可能？老头儿，愿赌服输，这可不是妖术，这叫科学。现在赶紧把你头上的官帽摘下来吧。
老臣愿赌服输。好，好，有了这精盐之术，我大圣百姓何愁吃不上好盐，国库何愁无盐可用？陛下圣明。陆枫，你立下如此盖世奇功，朕一定要重重赏你。恭喜陛下，这真是神迹！微臣提议，1斤情盐500文，不，1两银子，不出3个月，国库就能被现银堆满。顾大人，买卖要是像你这么做，大圣迟早得完蛋。眼光放长远点儿，格局打开。陆枫，那你的意思是？陛下，微臣今天不仅要献盐，还要顺势献上一策。哦，快道来！由朝廷出面，在全国各地开设皇家制盐厂，把制出来的顶级雪盐以每斤50文的官方定价，向全天下出售。50文，这可是顶级雪盐，质量比那帮盐商的轻盐好上1万倍，只卖50文，岂不是亏大了？这就是为什么你天天坐在户部哭穷的原因。顾大人，就算只卖50文，我们依然有20多倍的暴利。这盐用废矿盐提纯，1斤的成本不到2文，但是这50文的价格，对于那些把持私盐的世家门户来说，就是毁灭性的降维打击。妙啊，此计甚妙。最多半年，私盐贩子都会彻底破产，门阀世家的私盐命脉将回到朝廷手中，天下的银子从此都会老老实实的流进国库。说得好，陆枫，朕今日便封你为度制使少卿正3品，兼领皇家盐业总管，全夫制盐大计。陛下圣明！别，陛下，您这是赏我还是罚我呢？这官谁爱当谁当，反正微臣死活不干。放肆！正3品大员，执掌皇家财源，多少人求了一辈子都求不来，你竟然不要！陛下，当官多累啊，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得来这儿站着，听这帮老头吵架，退了朝还得批改公文、对账本。你这小子，我是个纨绔，人生目标是吃喝玩乐，混吃等死。您让我当官，那还不如把我关回死牢度假呢。你这败家子，年纪轻轻不思进取，这可是光宗耀祖的机会啊！光宗耀祖也得有命享受，反正这差事微臣不要。您要是真心疼微臣，就把那黑石骨赏给微臣得了。西郊的黑石谷，那地方全是黑漆漆的乱石，土地肥鹿全无。你要那片废体干什么？陛下您就别管了，微臣这人就喜欢清静，打算去那儿盖个别院度假。行吧，既然你不肯做官，朕便依你，但封号你必须挂着。至于那5座黑石谷黄山，即日起便赐予你作为私产。黑石谷，那鸟不拉屎的废地。谢主隆恩。好山，好山啊！少爷，这山鸟都不拉屎，我们来此地做甚？哼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上面的人听着，这几座黄山虽然陛下赏给陆家了，但这进山的路可是我们韩家的地盘，想从这儿了得交过路费。少爷，他们肯定是咽不下那口气，故意来找茬的。怕什么？你家少爷现在是正3品大员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你要收本官的过路费。陆大人，一码归一码，路是我们韩家修的，1天交100两银子，不然这路您1块石头也运不出去。哼，还敢收本少爷的过路费？陆三，在，少爷。拿着本少爷的腰牌去一趟衙门，就说韩家管事的聚众阻挠朝廷命官勘探皇家盐业附属封地，意图谋反。陆大人，开玩笑，小的开玩笑的，您请，您随便运。滚滚滚！好嘞，好嘞。陆三，流民，你去京郊找500个流民来。少爷，您这是要练兵？
管吃管住，只招流民。少爷，您再这么发钱，陆府的家底非被您败光不可！吵什么吵？没看见本少爷正忙着吗？少爷，京城里最大方的掌柜招工，一天也就给10文钱，您倒好，一天给20文银钱，居然还管1日3餐，顿顿都有肉，这哪里是招工？您这是在黑石谷开佛堂施粥呢！你家少爷差那点银子吗？这些流民有吃有喝有工作，不仅帮朝廷解决了心腹大患，还在圣上面前立了大功，这还用说？这叫政治智慧，懂不懂？可您招他们来，就为了挖地底下这些黑漆漆的破石头，这玩意儿运出去卖给谁呀？你根本不懂石头，这叫优质焦煤。传令下去，让他们甩开膀子使劲挖，谁挖得多，晚上大肥肉加倍。陆少爷，您真是我家8辈子的大恩人啊！誓死效忠陆少爷。有了这玩意儿，瓷器、美酒都不在话下。呸！这也叫酒？又酸又涩，这玩意儿咽下去，胃都快烧穿了。这可是小的跑了大半个京城，在醉仙楼买的顶级女儿红，全京城的达官显贵、文人硕客，平日里聚会就爱喝这个。就这，大宋朝这帮王公贵族的舌头真是不挑。马尿，天天喝这种马尿，活着还有什么乐趣？不行，老子忍不了了。陆三，去派人把市面上所有能买到的酒，不管多便宜，给本少爷拉100坛进黑石谷。少爷，要凑够100坛，保不齐要买些劣质的浊酒，你买那玩意儿干嘛呀？我要用它来做真正的神仙美酒。叫人把咱们挖出来的焦煤给我点燃，把那几口大铁锅和管道给我架起来。少爷，您这又是要闹哪样啊？咱们不制盐了，改在山谷里开作坊。这叫蒸馏。少爷，您把那些浊酒倒进大铁锅里烧，这不全烧糊了吗？无知。大圣的酒之所以难喝，是因为里面含有大量的水、酒脏和杂质。酒精和水的沸点不同，而且酒精蒸发的比水快。只要我们控制温度，酒精就会先变成气体，顺着这根管子飘过去，加上冷水降温，酒精气体就会重新凝聚成液体，这叫蒸馏提纯。哦，真的假的啊？我的天，少爷，你快看那管子口！别一惊一乍的。出来了，流出来了！这液体怎么跟清水一样干净透亮？等等，这味儿，天哪，这也太香了吧！啊，爽，纯净，辛辣，浓香扑鼻。本少爷的天下第一烈酒，就叫玉叶春。少爷，让小的也尝一口呗，就一小口。喝吧，可别怪本少爷没提醒你，这酒劲儿大。辣，好辣！真香，跟您这玉叶春一比，京城那些所谓好酒简直就是泔水啊！废话，这可是降维打击。本少爷要用这玉叶春开一家真正的酒吧啊，不，酒楼。少爷神武！等等，把那第2口锅里的给我单独装起来，记住，那个绝对不能喝。啊？为什么？那个不是更烈吗？尝你个头，喉咙都能给你烧穿。那玩意儿蒸馏了4、5次，是高浓度酒精。这是毒药！毒药，这叫救命的仙丹。你家少爷我在兵部这么多年，太清楚边防的将士们是怎么死的了。战场上，很多人因为受了伤，伤口长毛红肿，排脓溃烂，最后活活疼死、热死。对对对，军卒们都说那是战场上的厉鬼所魂，谁碰上谁死。屁的厉鬼，那是细菌。只要把酒精往伤口上一擦，就能把细菌杀得干干净净。这东西上了战场，能救无数将士的命。少爷，您绝对不是凡人，您是天上的神仙下凡。顺手做的而已，当神仙多累啊！本少爷只想享乐，有了这绝世美酒，这日子神仙难换。都别急啊，今天我天香阁开业，
烈酒玉叶春1两银子1小杯，高端瓷器1套1000两。这么贵，咋不去抢呢？抢哪有这个快？爱买不买。昨晚上女帝陛下尝了我这玉叶春，当场定了100坛。我要买，来10坛，我要20坛，不100坛。父亲，到手了，黑石骨死是冒死带出来的，快拿给老夫看看。您瞧，一份是玉叶春秘方，另一份是那瓷器的烧制法，上面所有步骤配料都写得清清楚楚。好，天助我韩氏！父亲，咱们现在怎么做？陆枫用这烈酒和白瓷勾出了陛下的魂，老夫要让他的天香阁3天之内变成一个无人问问的空壳子。去，把全部家底给我砸进去！去。少爷，您之前吩咐的事果然发生了。人呆住了。没按您的吩咐，故意放水，让他们把2份秘方给偷走了。少爷，那可是咱们的核心机密啊！您就这么白送给韩家了？白送？老子扔出去的是催命符，就看韩家吃不吃得下了。少爷，这30座高炉是按秘方加了硫磺等秘料的，这酒锅也是按玉叶春秘方焦压死命烧的，万事俱备。哼，好，给老子点火，猛火死命的烧，老子要看着陆枫跪在地上求我。点火！怎么回事？为什么高炉炸了？我的酒锅怎么也上天了？啊！少爷，韩家在城外秘密建的那30座大锅炉，刚才全都连环大爆炸了，地皮都给震翻了。哦，比我预想的还快了半天。少爷，您到底在方子里动了什么手脚？威力怎么比震天石还恐怖？让他们手脚不干净，还不识字。我明明写的是玉叶春，那种密闭烧法不仅积攒巨大的气压引起爆炸，而且就算侥幸酿出酒来，里面也全都是不能喝的假水。那白瓷方子呢？硫磺加氧化剂在密闭的高炉管道里，那就是天然的炸药包，只要火候一到，神仙来了也按不住。报，莫被蛮夷来袭，雁门关告急。陛下，雁门关守军死伤惨重，大赦危在旦夕啊！老臣冒死举荐杜章使少卿陆枫领兵出征。这老小子脑子坏了，我出征？陆大人天纵奇才，连废矿岩都能化作祥瑞雪岩，对付区区北漠蛮夷，定能克敌制胜，手到擒来。韩墨，你个老匹夫！陆枫是个文官，从未上过战场，你让他去领兵，分明是恶毒极恨，想要借刀杀人。韩爱卿，国难当头，玩笑开得过头了吧？陛下，老臣一心为国，陆少卿连番创造神迹，百姓皆传他是神仙下凡。难不成陆尚书心疼儿子，不愿让陆少卿为了社稷尽一份力？欺人太甚！陛下，臣愿领兵御敌。去就去，韩老头，你叫唤个什么劲儿？不就是打仗吗？看给你吓的！祖卿，战事不可儿戏。陛下，微臣自有办法，但我有个条件。你说，朕什么都答应你。第一，我不要一兵一卒，只要我黑石谷里的500个矿工家丁。第二，给我准备300辆空马车，我要运点黑石谷的特产去前线。哈哈，狂妄庶子！陛下，臣替北漠将士答应了。陆大人只要能活着回来，老臣在京城那几间最豪华的旺铺无偿转让给你。一言为定，等本少爷回来收账。少爷，那漠北铁骑足有10万啊！咱这500人过去，不是送人头吗？送什么？本少爷要的是他们的人头。装车！这黑乎乎的是……黑石谷里偶然得来的宝贝。朝廷疯了吗？北漠10万铁骑压境，就派了你这么个京城第一纨绔，带着500个矿工来送死。援军呢？赵将军，敌人又在山口集结，这是又要攻城了。老赵啊，别激动，小心伤口裂开。打仗不一定靠人多，靠的是科技。尝尝本少爷这玉叶春。好酒！等等，陆大人，此乃军事重地，10万蛮夷随时攻城，将士们都在流血，你还有心情悠哉悠哉的喝酒？流血？这不过来给你们治伤了吗？陆三，把本少爷的高纯度医用酒精抬上来。这清水一样的东西能治伤？这是救命的东西。来人，
给所有伤员消毒。疼死我了！饶了我吧！陆枫，你这是在残害我大圣将士！懂个屁！这叫消毒。明天你们伤口要是流脓红肿，本少爷把脑袋送给你。城里在叫唤什么？怎么跟杀猪一样？回首主，听说大圣皇帝疯了，就派了个纨绔少爷来。城里的将士们知道死期将至，现在正哭爹喊娘，放弃抵抗呢。大圣避术已尽，传令下去，明日一早铁骑全军出击，冲入峡谷，将这帮废物全部踏成肉泥。陆大人，蛮子来了，这是要破城了呀！矿工队听令，把我们的猛火油丢下去。哈哈哈哈哈！勇士们，不要怕，障眼法而已，冲过去！放火箭，点火！这火扑不灭，水浇不灭啊！救命啊！这到底是什么妖火？连石头和沙子都在烧。这是石油，神仙来了也得脱层皮。赵将军，别愣着，让你的人收割去。对，杀！全军出击，别让他们跑了！妖怪，你不是人，你是地狱里来的恶魔！没文化，真可怕。老赵，这大功劳送你了。500矿工全歼10万北漠铁骑，生擒敌军首领陆大人，不，陆军神。得了吧，当军神多累。本少爷还要赶回京城去收韩老头那几间豪华旺铺呢。陆三，走。陆军神，末将率全军将士送您。送您。哎，等等，留点特产给你们。把这50桶酒精留在大营里，以后受了伤就按本少爷昨天的法子死命的擦。疼死我了！陆大人，末将看将士们身体都挺好，这神仙药，要不您还是带回京城吧？拿着。谁要是敢不用，老子回京让陛下抽你。陆三，起驾回京。陛下，雁门关至今没有捷报传来，恐怕陆侍郎和他那500矿工早已全军覆没了。老臣痛心疾首啊！韩墨，当初是你死活推举陆枫去前线的，现在这假惺惺的哭给谁看？八百里加急！雁门关大捷，全歼敌军主力，首领巴图被生擒。你说什么？全军覆没，生擒敌手？不可能，这绝对是谎报军情。500人怎么可能打赢10万铁骑？怎么不可能啊，韩老头，你是不是巴不得老子死在外面啊？微臣陆枫幸不辱命。好啊，陆枫，你立下如此盖世奇功，朕今日一定要重重赏你。陛下且慢，此事必有蹊跷。他一个纨绔怎懂兵法？定是那北漠首领故意诈降，或者是他使用了什么见不得光的卑鄙手段。卑鄙手段？韩老头，我不去找你，你倒是自己把脸凑下来让我打。陛下，微臣在巴图的王帐里顺手搜到了这个，高公公呈上来。韩墨，你这狗贼，你竟敢通敌外族，倒卖大圣军需，还承诺在京城里策应北漠。陛下冤枉啊！来人，剥去韩墨官服，抄没家产，韩氏一族全部流放。陛下且慢，流放太浪费人力资源了。哦，微臣在西郊的煤矿正好缺几个挖煤的苦力，不如把他们全家发配到我的矿上，让他们用劳动来洗刷罪孽。准奏，韩墨、韩冲及其党杆全部发配西郊煤矿。陆枫，你这个恶魔，老夫做鬼也不放过你！别叫唤了，挖不够300斤，晚饭窝窝头减半。陛下，微臣也告退了。等等，陆枫，韩墨一倒，这朝中首辅的位置就空出来了。朕看你有惊天伟地之才，这首辅之位非你莫属啊！陛下使不得，微臣今年才20岁，你让我当首辅，底下那帮胡子全白的老头能服我？再说了，当首辅每天寅时就要起床上朝，比鸡起的都早，还要批改全国的奏折，天天开会，想想就恐怖。首辅你嫌累，那驸马呢？朕最宠爱的永安公主美若天仙，朕今日便把她赐婚于你。永安公主，
那个刁蛮公主。陛下，您要取臣的性命就直说，不必用此种手段。放肆！首辅和驸马，你今天必须选一个。不，2个你都要当，就算你插上翅膀，也飞不出这京城。快，收拾东西，金银血染全带上，多带点银票，贴身藏好。少爷，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你马上就要当驸马和首辅了，这可是光宗耀祖的大喜事儿啊！喜你个大头鬼！娶个母老虎回家，每天早上5点起床上班，这叫喜事？这叫坐牢！老子花了那么多心思，是为了享受的，不是为了给皇帝打工的。准备好家当，咱们今晚就溜。可是少爷，等天一黑，城门早就关了，而且禁离军肯定死死盯着咱们呢，跑不掉的。谁说我要走陆路？跟老子去后院。少爷，这用丝绸缝成的大口袋，底下挂个竹筐，还有个猛火油喷火罐，你要上天啊？这叫热气球，空气受热，体积膨胀，密度变小。只要点起火，持续往丝绸口袋里灌热空气，产生的浮力就能带着咱们飞上天。风向我都看好了，今晚刮的是大北风，正好送咱们去江南。上筐，点火，开溜！哇，少爷飞起来了，咱们真的飞上天了！少爷仙法盖世啊！皇帝老儿，你想抓我当苦力？下辈子吧！广阔天地，大有作为。江南的美女们，本少爷来啦！舒坦。咱们是不是已经到江南码头了？快扶本少爷下船，老子要吃秦淮河上的花酒。少爷，咱们好像没到江南。没到，飞了一整夜，怎么可能没到？陆首辅，朕在这守了你一整夜，看你在天上飞来飞去，挺热闹啊。陛下，您怎么在江南？不对，这下面怎么有御林军？少爷，后半夜风向变了，把咱们给吹回来了。夫君，你怎么不飞了？夫君，这会飞的大丝绸袋子真有意思，不过本宫觉得这颜色太单调了。成亲之后，本宫让人给你换成粉色的纱帐，再好好伺候你，如何？陛下，公主殿下，我错了，您就放我走吧，我把这热气球、猛火油全捐给朝廷还不行吗？晚了，你的才华是上天赐予大圣的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大圣的首辅兼当朝驸马，这热气球就当是聘礼了。夫君，走，跟本宫回去拜堂成亲，咱们去江南度蜜月。造孽呀！老子不想上班啊！